10月7号早上的6点30分，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游击队20分钟内向以色列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弹。不过呢，与过去几年间上演的火箭弹袭城战不同，本次以军的铁穹面对海量来袭的火箭弹似乎毫无反应。那么号称以色列守护神的铁穹为什么突然哑火了呢？了解以色列防空体系的朋友呢，应该知道铁穹只是以色列多层次防空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最初的铁穹呢是拉斐尔公司单独针对火箭弹而研发的防御系统，主要是负责拦截4到70公里范围内短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等来袭目标的。整个系统由雷达、指挥控制中心和拦截弹3部分组成。工作原理呢是雷达先发现敌方来袭目标，并将其位置、速度、轨迹等信息传送给指挥控制中心。指挥控制中心再根据雷达提供的信息，快速计算目标是否会落在人口密集或者重要设施附近，决定是否需要发射拦截弹。简单来说呢，铁穹只会拦截落点在高价值目标区域的火箭弹，对于命中无人区的火箭弹呢，则不予理睬，智能识别有威胁的火箭弹进行拦截，可谓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铁穹会哑火的原因之一。不过呢，了解这款防空系统的朋友应该知道，它使用的塔米尔拦截弹对比游击队手搓的土制火箭弹，其成本少说也有100倍的差距。而从这次的袭击规模来看，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弹，这是什么概念？上一次2021年5月巴以冲突全程，游击队总共打出的火力也就这个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铁穹还能不能无休止的防御，进而被以色列撑起一张天空保护伞呢？要分析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聊聊铁穹是如何诞生的。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可谓是摩擦不断，由于周边国家本身国力不强，工业能力也薄弱，因此廉价皮实的火箭弹就成了游击队的主要武器。火箭弹这东西的优点呢，首先是便宜，再者是发射灵活，生产简单，一次发射个10几枚、几十枚，总能炸到点什么。对此以军十分头疼，因为他们尝试过用其他途径解决火箭弹袭扰问题，然而收效甚微，无奈才决定使用被动防御系统来拦截火箭弹等目标。当时参加竞标的共有10几种方案，但最终入选的却是拉斐尔公司，这是因为他们的团队综合考虑最为细致。起初研发团队考虑，游击队控制的加沙地区是很小的狭长地带，背后又是地中海，虽然顶着以色列的腹地，但好在没有纵深，再加上前面提到了以色列周边国家的工业基础不强，所以游击队的火箭弹技术上十分粗糙。简单来说呢，他们手搓的火箭弹弹道不仅低，速度也很慢。这样一来呢，雷达探测和弹道计算就很简单了，有条件在起飞后不久就判断落点，然后发射拦截弹拦截。之后呢，研发团队和以军高层经过分析后一致认为，防御系统部署在加沙地区的边境地带是最好的选择。有了防御系统的基本使用条件，接下来的研发过程就比较简单了。由于起初军方要求防御系统必须以低成本为原则，达到更好的性能，因此研发团队为其配备了 ELM2084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雷达呢，可以理解为更高级的反炮兵雷达，每分钟可以处理200个目标，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350公里，几乎覆盖了以色列全境。但是在设计拦截时，他们并没有选择尺寸很大的拦截弹，毕竟铁穹要逼近部署来袭火箭弹，在发射时的速度较低，只有短暂加速，然后就是用速度换高度的过程，要从顶点降落后才逐渐加速，因此拦截弹射程也不需要太远，以至于最终定型的铁穹塔米尔拦截弹，弹重只有90公斤，弹长3米，弹径160毫米，速度2.2马赫，射程只有4到15公里，在防空导弹里面呢属于小个子。虽说这款拦截弹极限射程只有15公里，但实际上只需要覆盖6到7公里半径的地域，因此即便弹体小，在近距离上也还能有能量做大幅度机动和追踪。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铁穹的拦截弹会顺着预计目标弹道逆行，拦截时再做需要的横向机动。
那么扯得有点远了。起初呢，由于以军的需求很迫切，所以铁穹的研制速度进展相当快。从2007年12月，拉斐尔公司签署研制和生产合同，仅用了2年半时间就基本完成了主要研发工作。不过研发时间虽然短，但结果相当不错。2011年，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正式在以军服役后，很快就取得了不俗的战绩。2012年3月中旬，在不到72小时的时间，南部地区遭到了近200枚火箭弹袭击。刚部署不久的铁穹成功击落了至少52枚火箭弹。同年11月，又是1500多枚火箭弹的来袭，铁穹成功拦截了其中的420多枚。2014年7月8号到8月26号期间，铁穹系统拦截了90%的火箭弹。截止到2015年，铁穹总计是成功拦截了大约1500枚火箭弹等目标。根据以往的拦截记录看，这款以军针对火箭弹而定制的铁穹性能确实是没得说。而这次游击队呢，在1天内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弹的饱和式打击，虽然还是头一次，并且以往不同的是，游击队这次大幅度降低了使用低列火箭弹的使用量，改用其自制而且接近军用制式标准的 RAGUM 114毫米火箭弹。但从当时第一波的拦截效果看呢，铁穹依旧可以应对。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游击队改变了战术。根据已知资料显示，游击队在第一波袭击时，通过发射大量火箭弹，致使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超载，才让有第2波、第3波袭击有一定的成效。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火箭弹成本低廉，不过几百美元，而以军铁穹使用的拦截弹单枚价格却高达数万。如果游击队弹药充足，多用几次这种规模的饱和式攻击，使其防空系统继续超载，这样打下去，以色列的财力能不能继续支撑？关于这个问题呢，大兵想说的是，以色列足够应对目前的冲突。根据以往呢以军的习惯，投入拦截的基本都是库存，并不是紧急生产的。也就是说，这些拦截弹虽然贵，但是已经生产出来了，因此这种高强度拦截作战并不会对经济造成什么负担。其次，撑不住的可能还是游击队。虽然火箭弹成本低，但对他们来说，如此大规模发射也无法持续进行，因为成本再低也是需要原材料制作的。以色列对周边国家获取这类原材料一直都有严密的把控，游击队可能不缺制造资金，但缺乏原材料。这种不到1天内数千枚的大规模攻击，长久维持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点呢，这2种武器的作战特性，火箭弹的打击精度是不值一提。之所以作战有效，是因为袭击目标本身比较大，实际上很多来袭的火箭弹最终会落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咱们前面提到过，铁穹只对威胁性大的火箭弹进行拦截，对于落在荒野的，铁穹懒得去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拦截成本。综合来看呢，铁穹的实战效果极佳，全球还没有其他类似的装备能与之比肩，以至于美国都引进了2套。当然，铁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对于射程更远、性能更先进的火箭弹，可能就有点不够用了。例如，射程超过150公里的远程火箭炮，其末端速度超过了铁穹拦截弹的能量水平。对此呢，以军自然也十分清楚，所以才有了后来持续不断的对铁穹进行升级和改进。2021年，以色列国防部曾发布了铁穹系统的最新升级，其中呢包括扩大拦截范围、增加拦截弹数量。以色列通过提升铁穹的雷达覆盖范围，使其能够覆盖更广泛的空域，改进了拦截弹的飞行速度和灵活性，使其具备拦截高空和高威胁的能力，并且增加了铁穹拦截弹数量。优化后的指挥控制中心算法可以同时处理更多的目标，优化了拦截器的分配和发射策略。而铁穹海上版本 C-Dome 穹顶也早已在去年年底完成了实弹测试。目前以色列为了降低防空成本，正在开发一种名为铁树的新型激光防空系统。这款系统呢，被设计用于拦截短程火箭、炮弹和无人机等潜在威胁。与当前的铁穹相比，铁树呢不仅具备成本效益，还具有多项的优势。铁树的作用原理是向来袭威胁发射高能激光束，激光束呢在接触目标后会迅速加热目标，使其自行爆炸。虽然目前该系统仍处于研发阶段，但已经成功进行了对多种目标的拦截测试，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综合来看，铁树相较于铁穹，它的运营成本更低，未来可以大幅度降低以军防空系统的维护费用。其次呢，它的精度更高，能够在更远距离上对威胁进行有效拦截。再者，它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的烟雾或者碎片，能够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预计铁树系统未来将作为以色列防空系统的重要补充，它将保护以色列免受火箭弹的攻击。各位朋友认为未来铁穹会不会拥有拦截远程火箭炮的能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